现在房子过剩，太过剩了。我现在在廣東惠州，然後我住的這個小區旁邊就是一大片廢墟。那前面的樓是空的，白色的那個線線其實就是對面的天空，就它是穿的。然後這一片也是。這套房子爛尾了，但是就這一家住進去了。我在想，他沒有電梯這麼高，他要天天爬樓梯嗎？走遍全中國也沒見過這樣的，上面居民樓，下面爛尾樓，多好的地段，對面就是五月廣場，再往對面走是老二中廣場。當時開盤賣的時候聽說都瘋搶，現在好了，砸手裡邊去了。誰和你說的房子封了頂它就不爛尾了？誰和你說的這個房子安了窗戶做了圍牆它就不爛尾了？誰又和你說的房子買的好位置好它就不爛尾啊？它不是照樣爛尾了。所以說奉勸大家買房哈，一定要慎重。大家好，五月对面这个爛尾樓，我的乖乖，真能讓人愁白頭。你別給我說位置了，你別給我說地段了，這地段好不好？這就是全湛江最大的廢棄商場，被吹噓為吳川最牛的商場。你看現在涼涼了，這裡的大門已經被鎖上了，開眼裡面一個商鋪都沒有。這應該是湛江最可惜的爛尾樓了，不知道什麼原因。它在湛江市中心，而且旁邊就是海。海口的爛尾樓到底還有多少？中房海南大廈可以說是海南最奇葩的樓盤，沒有之一。自2022年開始，就有業主爆料，交了房款卻拿不到房，想退房錢也拿不回來。而且我头不干，我不用。中國房地產從昔日推動經濟成長的主力產業，到泡沫破裂的高風險區。如今加上商品房和其他住房，全國空房數量竟然已經超過了 1.3 億套。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2024年就報道，隨着人口減少，過剩問題日益嚴峻，中國總體空置率呈現從一線城市向3、4線遞增的趨勢。一個4線城市打腫臉充胖子，要建238米的超高層地標，結果就是爛尾。總佔地356畝，總建面90萬平米，號稱要打造樓底的城市封面經濟地標。2020年2期都快要蓋完了，資金鏈一斷，直接停工，徹底擺爛。佛山佛大旁邊的這一個爛尾樓，已經從94年爛到現在，看着這學校一屆屆畢業生畢業，這個房子還是一個空殼子。我們上次來逛陸家嘴的時候，怎麼也沒想到啊，我身後的這棟大樓，居然是一棟爛尾樓。在宇宙的中心，居然有一棟爛尾樓。為什麼爛尾樓要讓購房者來承擔？難道爛尾樓不應該是銀行負全責嗎？房子一旦爛尾，銀行就應該退還購房者所有的房款。我為什麼這麼說啊？因為房子爛尾的主要責任就在於銀行。雖然開發商也有責任，但是躺平的開發商的責任啊都沒有銀行大。再說，不管是他們誰的責任，跟我們購房者有半毛錢的關係啊。但是現在所有的損失啊都由我們購房者來承擔，你說可不可笑？我來告訴你一個非常惡心，行內人都不敢說的一個真相，他們根本就不希望爛尾樓蓋起來，只有房子爛尾了，他們才能夠賺到幾倍、幾十倍的利潤。爛尾樓是不是因為蓋着蓋着就沒有錢了，所以他不蓋了？是這樣嗎？爛尾樓啊，大多都是一樓多賣，他一個房子可能賣給了3個人或者說5個人，更沒良心的能賣到10好幾個人。那你說這個房子蓋起來，到底是給張三還是給李四啊？所以說爛尾對開發商才是最好的一個結果。樓封頂的那個時候，開發商就拿到了全部的購房款了，他再蓋下去只會花更多的錢。我的公司可以不幹，但是我要追求一個真相，別養買房子的主意了啊！延期整2年，交不了房，掏空6個錢包，背上30年房貸，房子卻遲遲不見蹤影。開發商一拖再拖，承諾全是謊言，
業主有家不能回，有房不能住，還走月供，却還住着出租屋。請問監管資金去哪裡了？还有一栋，全部到严重，还有一栋全部跑红头的是全部好吓人哦！还有一栋没报。这位博主直言，除了购房者，没有人想把烂尾楼蓋起來。為什麼？第一，爛尾樓大多都是一樓多賣，也就是一個房子賣給3個人、5個人，甚至賣給10幾個人。如此一來，房子建成後，到底是給張三還是李四呢？所以開發商不想建成。第二，大樓封頂後，開發商就拿到全部購房款，他再蓋下去只會花更多的錢。也可以說，蓋樓本身就是一個陷阱。第三，大樓封頂後，開發商拿小區所有的樓盤到金融機構去做抵押，比如一個小區價值100個億，他能抵押很多次，甚至可以再抵押出300個億。這筆錢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，誰能保證他不為其所動？第四，他還可以賴掉其他的很多債務，比如說建築的材料款、工程的施工款、農民工的工資，最後就是開發商資金鏈斷裂，開發商老闆跑路，公司破產清算，樓盤直接爛尾。這時，一個老百姓，你到法院起訴，你連被告都找不到。一路追下來，賣地的他沒責任，放貸的他沒責任，蓋房子的他也沒責任。只有掏空2代人錢包的老百姓，被迫扛下這所有的一切。就算是購房者的房子沒了，首付沒了，還是得還銀行的貸款，1分都不會少。也有不少人吐槽，現在生活在中國真的好難，即便老百姓擦亮眼睛，都很難不被騙，因為每天都有檔，檔檔還都不一樣。很多人貸款買了房，房子僥倖沒有爛尾，但房價卻一跌再跌，跌到10幾年辛辛苦苦掙的錢，結果都送給了銀行。這是2018年花了100萬買的一套房子，這是入戶門，左手邊呢就是廚房，廚房裡邊是有燃氣的，面積也不大。這邊呢是客廳，客廳外邊呢是可以看到一個商場，商場很大，但是人很少，沒什麼人。這邊呢是衛生間，這是臥室。剛才去中介問了一下，目前最新的成交價20萬，這價格何止腰斬呢，直接漲到腳脖子了。整整虧了130萬，你讓我咋活呀？2年了啊，終於把它賣掉了。這個花了將近180萬買的房，現在賣出去多少錢知道嗎？70萬。很多人以為房子說我們當地也只跌了差不多一半，其實不止。你真正的成交的時候，絕對不是這個價格，他客戶隨便一砍就是5萬10萬。300萬買的房子現在跌到了只有125萬。最近總有人問我，你為什麼非要在最高點去買呢？說實話，如果我知道那是最高點，我怎麼會去買呢？就是被套牢的人現在越來越多了，左右為難了，賣虧掉首付，甚至虧掉首付還不夠。我多次給他舉的那個例子就是環京地區，它是非常明顯的。他當初200多萬買的房子，現在只值80萬，也就是說他當初200多萬買的這個房子，去掉首付以後還欠了銀行140萬。你一旦買錯了房子，沒有哪個普通家庭是能夠承受得起的。我在南昌8年了，幹中介，我想跟你說一點心裡話，買房的時候一定要理性。你知道全國房價跌得最慘的是哪些地方嗎？第5名河北的永清，買的時候2萬3，現在呢就4000。第4名是北京的燕郊，最高的時候4萬5，現在只要7000。第3名是威海的乳山，從8000多跌到了1000多，都沒有人要啊。第2名是南京的翠屏城，1萬8買的，現在呢只要7000塊。第8名呢就是八達嶺孔雀城，買的時候1萬8，現在是3000，依然都賣不出去呀。當初在惠州花100個 W 買的房子，沒想到如今跌成這個樣子了。今天出門的時候，看到隔壁同戶型的房子賣出去了，新房主在打掃衛生，好奇就問了一下多少錢買的。他說62萬的時候，心裡咯噔一下，涼了半截。我們現在住的這套房子是在21年房價最高時買的，當初花100萬買了這套小3室。
首付30多万，貸款30年，现在4年时间我们直接虧了40万。我们家的情況是老公一個人賺錢養家，我全職在家帶孩子，身後也無人幫襯。像我們這種沒有學歷沒背景的打工族來說，需要辛苦多少年才能賺到40萬啊？更可怕的是每月不吃不喝也要按時還3000多的房貸。今年在老公業績越來越差的情況下，我們家的經濟壓力也越來越大，還有孩子要養，有時候真的覺得買房不如租房划算。真心奉勸大家買房一定要考慮清楚。以後啊，就是180米平方的那種房子到處都是，因為我們出生人口呢一直在降，老齡化還越來越嚴重，未來的房子說不定真的就沒有什麼價值了。到時候房子就算是免稅，估計都沒人要。有人表示，中國的房子只會越來越不好賣，因為現在主要人口結構是50後和60後，再過20年、30年，這些人老了，他們的房子都會留給80後和90後，而那時80後、90後的房貸也都還完。試想，到那時他們還會需要那麼多房子嗎？每個人可能都會想賣1套或2套房，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但結果卻發現身邊人的情況幾乎一樣。可是那時人口巨降，房子賣給誰？也有人說，未來2年中國的房價可能還會再降25%到30%，180平方的房子到處都是，因為出生人口一直在降，老齡化又越來越嚴重，房子恐怕越來越不值錢，到時恐怕白送都沒人願意要，更別說那些5、6線城市的房子，想找人接盤就更難了。惠州海景房從152萬暴跌到28萬，血虧124萬，業主哭暈在廁所，這價格誰能頂得住？虧到麻木了，辛辛苦苦半生半輩子一場空。我現在所在的就是廣東省惠州市惠東縣的雙月灣，你看一下這黃色的外牆，這個小區主力的兩室戶型就是78平米，曾經高達2萬的單價，現在小區的房價2000多一平米，真的是毫不誇張啊，跌幅85%，打1.5折，業主在對外賣。順手拍了2套，咱看這個面積大一點，大個5平方，83平方，樓層在3樓，22萬。面積還大了5平方，78平方，帶家具家電，23樓，這個是好樓層的，掛28.8萬。說到這裡啊，我看他眼睛裡都泛着淚光，跟我說啊，辛苦了半輩子，買錯房子，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在北京500多萬買的房子，現在跌了多少錢？之前一直沒有在意房價的漲跌，直到最近小區群裡聊起來，才後知後覺的發現，真的跌了不少。我們這套2居室是2024年7月份買的，總價是524萬，均價差不多6萬左右。住進來之後，聽說行情在跌，我也沒太細算，直到群裡說現在均價已經從6萬左右跌到了5萬出頭，粗略一算，我們這套也跌了大幾十萬，說完全不心疼是假的。看到數字的那一刻，心裡確實有點堵得慌，但很快就平復了。我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，沒有什麼前後眼，也無法精準的預判房價的市場。這3月份武漢的房價真的是離譜到我這裡做了4年房產的老炮我都看懵了。在武漢買房10年的，從沒見過開發商捲成這個樣子哦。這年剛過完呢，就開始清倉大甩賣，生怕那的房子砸自己手裡面。我發的降價盤的視頻呢被下架了，不讓說是吧？那我今天就敞開來說，只講這一回啊。武漢買房的朋友，你莫等買虧了再來後悔。漢口啊，拿着吐槽虛的盤子，去年是不是喊了1.45萬的價的？這過完年自己也只買1.2萬清盤。這前期買列舉的平白無故虧了20萬，你說換拿的不心疼？還像武昌內環徐家棚那更狠，之前那2萬多的盤子，真買的1.6萬就能拿下。這部分片區啊，這一平是自己也掉了5、6千塊錢了。你說這哪是降價？這完全就是在跳水。悄悄告訴你，房價已經跌到10年前了。你沒房可能沒感覺，但是你認為26年房價還會繼續跌嗎？中國房價會不會暴跌？中國的房價絕對不會暴跌。如果房價暴跌，對中國是毀滅性的打擊。如果房價暴跌，硬着陸會導致所有買了房的百姓瞬間變窮，會出現資產嚴重縮水，資不抵債，導致斷供，造成更大的經濟危機，引發連帶效應。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。百姓70%的財富和房產有直接關係，各地政府的主要收入也來自於土地財政收入，所以房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綁架了幾百個行業。天吶，現在嘉山的房子跌得太慘了吧！就這個小區，當初房東買進1.5、6萬都有，現在單價只要4000，辛辛苦苦攢了一輩子的錢啊，全都打水漂了。
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割肉去卖它。真的，每天都在崩溃中，这个月每天都在崩溃中，每一天我这个以来没有这么崩溃过。最新数据，2026年2月，全中国房价持续探底，不仅2、3线城市跌幅擴大，连指標性的1線城市也遇震乏力。最驚人的是，今年前2個月的新建住宅銷售額竟暴跌超過2成，二手房市場更是慘不忍睹。北京和廣州的二手房價格年減幅度都超過 8%， 1線城市整體年減 7.6%， 顯示資產縮水的壓力正從新房蔓延到所有持房者的身上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